起来了，你是找那个要穿的衣服是吧？不是，要用洗衫呀。你昨天买回来还有件用洗衫。昨天没拿用洗衫。没用洗衫啊？不是，侬还有一件用洗衫吗？就是搿件。哦。亲爱的女儿妈妈，时光是一台温柔的留声机，正因为过去的日子一去不复返，才常常在记忆里闪光的令人怀念。今天我们将进行一次复刻回忆的特殊旅程。走，上学了，春游了。啊！我没认出来，一下子。她也穿的特生动。我觉得我妈比较像，挺好看的。我还是太大了。对，她也很像。这个是我小时候我爸爸妈妈给我记录的童年记录吧，儿童时的记录。80年代的时候，很流行的做法。出生时呼声响亮，皮肤红润，很健康。满月、双满月，双满月就是2个月，2个月当中他就长了2斤多。用尿布其实是一件非常好的事，比现在的纸尿裤要好。他从小就感受到湿不舒服，会给你暗示，让你马上给他换尿布。我们用温度计来测量温度，什么样的温度使他能够习惯于洗澡。黄圣依小时候是非常科学喂养的。 6个月会坐，在9个月时长出第1颗牙，生活习惯很好，每4个小时喝母乳。这张是他2周岁的时候，每天在玻璃窗上画画，做算术啊，就讲1、2、3，而且是双语的1、2、3、4。这里的记录到5周岁，他已经上了托儿所了，在少年宫、舞蹈组、美术组、科技馆度过。 所以童年是非常幸福的。这张照片已经是他初中毕业了，第1次走出上海去旅行，没有去过旅行，素质教育就代替了他的玩儿，很多的笔会就带他去，就认识了很多作家呀、电视台的导演呀，让一个孩子认识社会的能力也是要从小培养。 我的这个案例在上海国际妇婴保健院，当时是得到非常好的嘉奖。这个经验呢，是非常行之有效的。如果你们有人想要生孩子的话呢，我可以从接生到小孩生出来断脐带的整个过程，我都能够告诉你。 因为我是全职妈妈嘛，但是我又要读大学，所以我就拼命的自学。我一面读书一面学习，我觉得我精神上非常充实。比方讲，他睡觉的时候，我就是读书的时候。我每天可能有最少有4、5个小时读书。哎呀，我妈妈是一个 非常有上进心的人，就他一直有非常高的要求和标准。这种要求，他不光是对自己，对我也是。这是我小时候，这个，哇，这个照片好珍贵啊，都是我妈那个时候还婴儿肥。 我觉得我的童年还是非常丰富多彩的，就是，现在大家可能想象的那些素质教育所要求的，我的童年都体验过一遍。去学什么，我都会按照他的要求去做的。就好像他在画画，就是一笔一画都设计好，我就是那个很精美的图案，但是它的结构啊、颜色啊都已经被规划好的。
就是这是一个很漂亮的这样的一个画作。我觉得我很听话。这是关于我的第一篇报道。那个时候17岁，妈妈不希望女儿进入演艺圈，他们想把她培养成一个工商管理人才。我觉得我很听话。我们是想往这个方向培养呀，他不肯呀。考取一个大学呀，就觉得蛮好了。我希望他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人，没有什么采访，就平平稳稳的生活。但是呢，他马上就参加了拍摄工作。不知道吧？我觉得每个人的人生可能都会按照他自己该走的路去走，不就是父母可能只是陪伴的某一个阶段，就他也不能够去掌握或者主宰一个孩子的命运。所以我现在也是这样对待我的小孩的。但是人生的路谁知道呢？也没有想到25年以后我还会再去读一个工商管理的 MBA。所以命运的车轮它一直都会转，你也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转到那个曾经的那个卡位上。天哪，你知道这张纸我当年都没有收到表演系专业的本科，今天也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个。这从哪里来的？是爸爸给我的。那可能是后面补收到的了。因为那本成长记录是在那个时候就结束了，后面的就是我自己的人生了。那就18岁以后就去北京了，那个时候就完全脱离了父母的管控吧，自己放飞了，就感觉快乐值就提升了。以前过往邓老师给我的一切我都是全盘接受的，我没有什么太多抗拒，或者他可能性格也不会让我有这种抗拒的机会。你可能你不接受的话，你只能选择离开。唯品会欢迎你来到你的时光站点。你的小时候是阳光灿烂的时刻更多，还是阴云密布的时刻更多？请你根据你的感受，将每个年龄对应的快乐值进行标注，绘制你的儿时快乐值曲线。绘制完毕后，请给妈妈打去一通电话，以“妈妈，我是多少岁的黄圣依啊”作为开头，和妈妈讲述自己这一年发生的故事。哦，好的。5岁前，爸爸妈妈就是挺关心我，还给我记宝宝日记，那个时候很开心。到了6岁那个时候，我父母出国了，然后爸爸那个时候去美国做访问学者，然后后来我妈妈也去了，然后那段时间我就是跟着我的外婆，这个时候降到大概70吧。因为在很小的时候就离开父母，我有一点点感觉到被抛下，因为我记得我爸爸妈妈那个时候去美国的飞机，我都没有去送他们。自己的事业追求成功了，我才能够有机会帮助他。我们因为要出国，就没有人像父母在上海的时候一样陪他去少年宫啊，他就主动的就退出。我认为他已经有不开心的地方了。接下来是到我差不多11岁吧，那个时候发现好像如果我跟我妈妈就是有一些问题啊、争吵啊，因为我妈妈挺强势的，然后爸爸好像总是跟我妈妈站在一边，然后就那个时候觉得好像自己还挺孤立无援的。在他15、16岁的时候，因为他得奖进了艺术班，他的快乐值又上升了。最开心的是童年的生活。比方讲，他轻而易举的得奖，学校很好，是全上海最好的学校，参加全上海优秀学生的夏令营。18岁以后，他成功考取电影学院，他就自己很高兴了呀。所以你觉得他的0到18岁其实是比较开心的，对吧？比较开心的时间多。
喂喂，喂，妈妈，哎我是11岁的邓邓。你是11岁的邓邓啊？对，那你的快乐值是95分。我现在要跟你说一个我从来没有跟你说过的一件事情。好的，你说。今天呢，我在学校的时候，因为一件事情，你批评了我。是什么事情？什么事情？但是这件事儿呢，其实是老师误会了我，没有问我为什么这件事儿前因后果，是一个误会。然后我当时呢就心里非常的难过。你还记得那件事儿吗？是学校的老师呢，还是校长呢？就是一件事情，什么事情？是别人误会我的一件事，是老师误会我，但是他批评了我，叫你们去了。你没有问我当时的情绪，我是不是很委屈？但是你就站在老师这一边批评了我，然后也让我道歉，非常伤害我。道歉向谁道歉？向你道歉。向我道歉。对，然后我就跑掉了，一路上我是哭着走的，然后那天还下雨了。我觉得老师批评你，按照我的要求，即使你有委屈，也是可能的。我把你的目标定在你们学校的前10名，功课最好的几个男生之间，我觉得你可以超越他们。是，这是功课是没有问题的，我一直都是在努力的按照你们的要求在往那个方向去做。但是我觉得我怎么样解释，怎么委屈，你们都没有听，因为你们根本就不关心，而只是关心于老师说的一定是正确的。那么爸爸妈妈最亲的人，他们都不能理解你，我一直那其他的人他更不可能理解你。所以那个时候我就习惯性自己跟自己和解，自己来跟自己对话。我很长的时间都是这样的，你知道吗，妈妈？是。就是那个时候，我就有一个 A、B 的2个黄圣依，然后跟自己说没事儿的，一切都会过去的，你自己会好的。那个时候上初中，现在都是有我觉得你心态非常好嘛。我是交大附中的家长代表，我知道一个优秀的学生应该是如何生活，我也能够接受你不是特别优秀，但是你只要 do your best. I was think that's right. 你能同意我的观点吗？妈妈，你理解我说的话吗？我不太理解。你知道，就是我不知道什么事。那个时候我是，就是我觉得，我已经完全记不得有这么一件事。你觉得有童年情节对你的成长过程当中有阴影是吗？对。所以那个时候我就习惯性自己跟自己和解，自己来跟自己对话。就后来很长的时间，我遇到情绪上的问题，我不会跟你求救啊，不会向你。那我希望你能够跟我求救。情感上的问题应该讲，我一定会站在你的一边。我觉得你好像只关心我的学习怎么样，有没有考到很好的学校，有没有上完补习课。你其实不是特别关心我到底开不开心啊，我是不是委屈啊，然后学校里面的这些事情，所以我觉得你也不太在意，我也就说的少了。那你现在能够讲吗？我现在后来我长大了以后，就有2个我，然后一个我就会跟自己说，没关系的，就是什么事情都会解决的，就算别人不理解你也没事儿，我自己会和自己和解的，所以我现在已经好了。我妈妈是一个比较要强的人，所以她一直都不会去示弱，也不会讲2句，哎，其实妈妈不是这个意思啊，或者其实你是不是想一想自己有的时候也是不够好啊，这个事情就会被化解。但是没有这样的一个角色，所以你就会很孤单，
很失落，很失望。我已经完全记不得有这么一件事。你的情感的问题我没有进行深入的了解，抚平你心灵上的一些感到困难的事情，因为我只是比较对你进行比较严格的教育啊。我觉得我可以应该跟你道歉的，应该跟你道歉的。因为这说明我的工作没有做到细致的程度，帮助你走出困境，重新回到你的童年时代。那我现在就是希望可以，在我不开心或者我觉得很委屈的时候，你可以抱抱我。好的，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。好，我也爱你，妈妈。我也爱你，妈妈。应该从中得到反思，我得到了他，对我的信任，能够把他的心里话告诉我，我就觉得很好，缩短了我们之间的距离。当你进一步的去表达，他接受到了，他给你的反馈，让你也更有信心，在下一次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，你可以开口去讲，大家你走一步，我走一步，越走越近的一个过程。妈妈，我能看到他也在想改变，我能看到他更柔软了。就在情感上给予我一些安慰，然后也愿意去倾听我所说的事情。我觉得这个事情本身就是还让我挺释怀的。你这里会跌到11、12岁的时候，会跌到30分的左右啊。11、12岁的时候，我觉得你在班上你还是很开心的嘛，拿一个那么小的书包。如果我们之间会有代沟的话，我需要消除这个代沟，我能够尽可能的多理解他。我可能对你的要求比我想象的要高一点，对你的期望值要高一点，这一点是应该我得到反思的。就是我自己也在思考，我可能不太善于去讲述一些你的感受的东西。我其实也影响到我自己跟孩子的一个这样的关系，过于在意结果，在意成绩，忽视了一些情绪。对于这种亲密关系的处理，也曾经有过迷茫。就是我觉得这个亲密关系的这一课，以前就没有好好上好，在我的那个年龄段上，我就没有得到特别好的这样的一种体验所影响的。可能是因为我妈妈的这个影响吧，我依然会对我儿子觉得他需要不断的去学习新的技能，学得更精，花更多的时间，更对自己有要求的去做这件事儿，这是我会比较在意的。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我们共同来探讨，通过这一次旅行达到一个比较良好的一个想法。是的，一个解决的方式，对吗？解决方式。但是妈妈一直都是很爱我的。她的出生带给我们家庭很大的幸福。刚刚对他说我爱你了，是不是？我经常说，你没有经常说，我经常说我很爱你。他代替了我，承担了家庭很大的一部分的责任。
所以在这点上，我非常感激他，因为他现在40岁了，和我当年独自闯荡美国是一样的。他可以接过你的接力棒。我不对他有那么高的期望，我希望他平平淡淡才是真。我不是跟你写的一封信就讲到，平平淡淡才是真。人生道路上会遇到很多险恶，尽自己历尽所能的做事，做一个平凡的人。格云云太华丽了。这个还行吧，你再照镜子，你再照镜子看一眼。他经常会讲，他不希望给我添麻烦，我希望他可以能够试图的让我能够走近他，然后让他觉得我是被需要的，他也可以依靠我。